这期的视频在评论区估计又要吵翻天，跟着我的镜头带你们去看一下沙特当今的一夫多妻怎么生活的。跟着婆婆和小姑子们走亲戚的时候才发现，他们家确实有一个亲戚是2个老婆住在一块儿的。晚上10点半钟，我们第一家去的是大哥的2女儿的新家，跟着我的镜头看一下吧。在沙特阿拉伯90后刚结婚的新婚夫妻，他们的家里会布置成什么样子？风格非常鲜明啊，极简的装修，颜色搭配也非常简单。家里的家具摆设更有现代的艺术氛围。几乎家里的女眷全部去了，但是我们坐下来的时候几乎都没有人脱黑袍，因为今天晚上还有2家要走，所以在那边坐一下，过个形式吧。大哥的2女儿今年是新婚，这边也是新房，所以我们过来拜访一下，送个红包就走。没见过这个侄女的老公啊，但是听说她老公是2婚，并且之前还会有孩子。她给我看了她老公照片，顿时觉得有点配不上她，因为她自己本身无论是身材长相长得特别标致，有点像那个 Gossip Girl 里面的那个 Queen Bee。差不多坐了半个多小时吧，我们就准备离开了。顺便咱们再科普一下啊，在沙特阿拉伯即便住的是公寓房，它也是1户2门，你们知道原因的啊。快11点多钟的时候，我们现在要赶到第2家。这第2家呢也是亲戚关系，但是具体是哪一部分的亲戚我到现在都没有弄明白。今天全程的安排都没有男性参加，可有意思了。这一家家里全是男孩。出门前大龙告诉我要去他哥哥的2女儿家里坐一下，但是他没有告诉我要去3家，害我穿着高跟鞋真的一晚上累死了。这一家人我居然没有什么印象，看着也不熟，也是在那聊了差不多20多分钟的时间吧。准备离开的时候，他们把他们家的狗抱出来给我们看，这是我第一次在沙特阿拉伯见到一条狗。12点多钟的时候，我们赶去最后一站，小孩子都已经扛不牢了，在车上睡着了。已经到他们家门口了，你们看一下啊，这一家它是2栋别墅挨在一起的，也就是说这一家的男主人的大老婆和小老婆住一块儿，但是他们家除了顶楼的那个书房是2个门都能通的，其他是不可以的，生活区域是完全分开的。提到他们家的书房真的是一大亮点，那哪里是书房，那是个图书馆，一会儿你就能看见了。这一家人又很有意思，家里是5个女儿，对，你没听错，连续生了5个女儿。大老婆是沙特阿拉伯人，另外一个老婆是埃及人。这个是大龙的表姐，应该是大龙爸爸这边的亲戚，然后她的老公是大龙哥哥老婆的弟弟。哎呦，我把那个大龙家他们亲戚关系捋清楚的时候，我的脑细胞已经死了一大半。他们特别贴心啊，知道有小朋友来，为小朋友准备了礼物。他们家准备的椰枣是分了3种口味，每一种椰枣的产地都不一样，当然一定要配上咖啡喝哈，要不然腻死你。这种椰枣我也是第一次吃，干巴巴的，你别看它，但是它真的很甜。黑黑的这种椰枣应该是马蒂娜那边来的。小姑子们强烈推荐我去参观一下他们家的书房，表姐就顺便带我参观了一下其他的区域。他们家的内部环境就特别的沙特阿拉伯人，七七八八算了一下啊，应该有4、5个客厅吧。然后沙发还有窗帘配饰都是同色系的，反正看得出来比较讲究。阿拉伯大一点的家庭都会有一间这样子的空房，专门拿来吃手抓饭的。当然每个角落少不了香水。现在准备去书房了。他们跟我说书房，我没有什么感觉，我觉得书房嘛，不就是书房嘛。他们家男主人也在家，但是我们去了以后，他就在闺房里面没出来啊。我到了他们家书房，我才知道为什么所有人让我去看一眼，真的有很多书。这哪里是书房，是不是图书馆？而且这个书房的2头都有门，另外一个门是通往另外一个老婆的家里。这家男主人是一个知名的作家。我问他女儿，你爸爸这些书都看过吗？他说全部看过。最后我们聊了几分钟就结束了今天的行程。我来表个态啊，像这样子的一夫多妻，我和我的小姑子们是都不能接受的，但是我们也尊重他人的生活和选择。好了，散会。一个记录沙特阿拉伯人真实生活的视频播放量到了4000多万，是因为够真实吗？那我今天再跟大家分享一下真实的沙特阿拉伯人的一些人情世故。我们去大龙哥哥家里之前，先去了一个小公园，那个地方的风景是我特别喜欢的。因为是周末，所以当天的人会比往常要多一点点，但是跟中国比起来，真的也不算多到哪里去。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别墅，它是一个餐厅，之前在那边吃过早餐，风景真的很好。在那个公园里面，你会有一种感觉，就是你待在里面什么都不干，就站在里面散散步，看一下树上掉下来的花，你都感觉很满足。因为去大龙哥哥家里做客，我穿了高跟鞋，没办法往里面走了啊。
虽然是夏天，但是在阿帕是一点都不热的。所以大荣家里人他们都是有个规律，就是夏天他们会待在阿帕，冬天就会去基达那边。给你们看一下我怎么包头巾啊，我只是搭在上面，我怕把我的发型弄坏了，所以我就要把头巾按一下，要不然风一吹头巾就掉了。在阿帕这边，我的头巾尽量在户外我不会让它掉。阿帕这边比基达那边更保守。我们现在就要去大龙哥哥家里了，因为我们差不多6点30多的时候，我们就要开始进食进水，1分钟都不想迟到呀。你们正好顺便可以看一下沿街的沙特阿拉伯人，这块它是有很多人在这边步行的，其他的地方你是看不到沙特阿拉伯人在外面走路的，但是在这里你可以看到。你看周末的车和人相对就是比我之前拍的要多了，是不是？很多粉丝留言想看一下街景，所以我这一次留的镜头比较多一点啊。我所有的镜头我都是没有滤镜和调色的啊。果然呢，这个颜色不同寻常，就是我们开了5分钟就下来。这种气候在阿帕这边其实是非常常见的。停了以后呢，我们差不多也快到了。这就是大龙哥哥家里了，哥哥已经在门口等着了。Welcome, welcome. عمو Yes. عمو حبك حبك يا عمو حبك عمو حبك。这个是男生进去的门，我们现在进女生的门。那个门进去了以后，你脱下黑袍就比较隐蔽，就是不会有人进进出出的。我每次只要看到沙特阿拉伯的男人拎着裙子走路，我就会笑场。我们应该是来的最早的，我们跟婆婆应该是前后脚到的，分头来的啊。看到这里，很多人就会说沙特阿拉伯人家里太费沙发了，的确是的。我们无论是去亲戚家里还是朋友家里做客的话，我跟我老公进门了以后，我们就是不会再见面了。我婆婆也到了，这个是婆婆。我婆婆今年差不多60多岁，可能在1、2年时间里面，她就能抱到重孙。我婆婆生的最小的女儿和她大儿子生的最大的女儿年龄差不多的，对，同样的年龄，但是辈分不一样。大龙的吴姐也到了，还有2个小肉丸子。我不知道有多少粉丝还记得我以前有一个视频是关于我是我沙特老公的第几个老婆，那个视频的浏览和点赞量都非常高，但是呢有很大一部分人就凭借在视频里面出现了3个孩子说我不是唯一的老婆，还有说我只是为了想秀房子。然后有一个最搞笑的人应该是一个男的吧，他用英文来跟我 battle， 就是讲沙特阿拉伯女人是多么的没地位啊，什么什么什么的。我当时还吃饱了撑了，我真的是还用英文回了他2次，结果我觉得这个人脑子是很激进的，应该是受过什么刺激吧。然后我用中文回复他，说你作为一个中国人，连你自己都不承认，连你自己都不承认你自己国家的语言，你有什么资格在我的评论区用英文跟我对话？这种人呢，跟那些无知的杠精呢是有质量的区别。他是从骨子里面厌恶做一个中国人。虽然我老公他不是中国人，那又怎么样呢？只不过我又多找了一个人跟我一起爱我们的国家，有什么问题呢？那些指责我嫁给外国人的人，我想问一下，你们在这个国家扮演的是什么角色？你的爱国体现在哪里？我和我老公从来不喊口号，只会用行动来证明。失控了啊！不聊这些人了。这次我邀请了大龙更多的姐姐来参与到秀他们的民族服装。这个是4姐啊，4姐是个人民教师。男宾那边呢，还是一如往常的无聊。在沙特阿拉伯人家里啊，端茶送水的这个事情呢，都是他们家里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去做的。女宾那边是大哥的老4，男宾这边是大哥的老2。大哥一共生了5个孩子，3个女儿2个儿子。大哥才40多岁就已经有5个孩子，而且老大是在6月份结婚。现在你们看到的这个花布啊，在斋月的时候，中东地区很多地方都会用这个布来做装饰。但是这个布最早的起源是从埃及过来的。你们看看沙特人做过饭，他们的装备是什么样子的？这么大的一口锅，就是为了做他们特色羊肉饭的。下一个视频我会把他们做的美食分享给大家看，还有就是我用科技手段来重现一下大龙哥哥的婚礼。好了，散会。我们今天一家3口带着我沙特婆婆办了一件大事儿，什么事儿呢？就是带她去打疫苗。
我婆婆在昨天之前其实一直都很抗拒打疫苗，她今天怎么同意去打的呢？就是她收到了她好朋友因为新冠去世的消息，在家里哭了1天，然后她今天就同意了大龙带她去打疫苗。因为婆婆的年龄关系，沙特规定就是如果年纪大的人要打疫苗是不用预约的，随时去随时打，所以还是比较方便的。其实在去年那个新冠肺炎在爆发的时候，我们所有人都经历过了。好在呢，那个时候我对新冠是比较了解的，因为我的家乡武汉在之前就经历了新冠肺炎的一个高峰期，所以包括我自己应对的还是比较好的。我婆婆她自己是有司机的，但是呢，一般这种事情都是儿子会出面瞻前马后。我在沙特这一段时间，我真的完全的感受到了什么叫母慈子孝，就是他们家里的这种长辈和儿女之间的沟通互动，还有这种互相尊重，真的是我觉得很难得。在这里，我从来没有听到一个晚辈跟长辈讲话会很大声，或者是顶撞长辈。在这里，如果你不懂得尊重长辈的话，用中国的一句话叫大逆不道。我说的这个绝对不是小范围的，是普遍的现象是这样。哇，现在车子开到了我最喜欢的地方。我之前的视频里面出现过，很多网友告诉我这个叫兰花楹，在昆明也有。因为他们这边的说法是阿拉伯语，我没有办法翻译过来。但是真的镜头里面去看这个树，你没有办法去感受它真正的美丽，真的太好看了。再加上这个地方的人少，你在欣赏它的时候完全不会被打扰。我明天一定抽空去拍一下他们这边比较好看的一些风景。因为时间原因，我们要赶在6点半的时候有东西吃，所以做饭来不及了。婆婆说要不要点外卖，我就主动请缨说我来包个饺子。然后我只有2个小时的时间，包差不多7、8个人要吃的量吧。我做事情其实挺麻利的，你看从洗菜、切菜、和面，还有做饺子馅，都不是很难。但是有个小孩在旁边干扰你就不一样了。叫婆婆的保姆来把她弄走，我一心一意的搞，其他所有的步骤都没问题。最大的问题是什么？就是你要擀饺子皮吧，你擀饺子皮你得要一个合手的一个擀面杖吧。你看我这擀面杖是不是拖累了我的速度？这跟拿大炮打蚊子不是一个道理吗？艰难的完成任务啊，这还是让每个人吃上饭啊。你们可以想象吗？一个人一整天什么都不吃，一滴水都没有喝过，好不容易熬到6点半钟可以吃的时候，但是东西没有煮好，那样是不是很扎心？所以我不会让我自己拖后腿。我这个在准备晚饭的时候，这赶时间赶得特别的狼狈。那个时候就算是房子塌了我都不会管，自尊心和好胜心太强了。吃完饭了呢，就围到我婆婆的那个专用小客厅里面，喝喝咖啡，聊聊天，看一下电视，够呛的一天。散会。在提到沙特阿拉伯这个国家的时候，很多人首先联想的是什么？就是资源、石油，还有皇室、土豪，对吧？这次我用镜头带着你们去看一下真实的沙特阿拉伯是不是跟你们想象中一样的。差不多开20-30分钟，我们就开到了沙特的农村。镜头里面的是沙特本地人啊，卖的水果都不怎么样，就是还没发育好的那种。但是我们就想照顾一下他的生意，让他觉得他的生活其实还是挺有意义的。无论是小孩还是他爸爸，你看他们脸上笑的就是很灿烂，就是一点都没有在抱怨自己的生活。我们这些衣食无忧的人真的少矫情，不敢开得太远，因为婆婆晚上还要请很多姑姑过来做客，所以我们要早点回去。到了一个小型的养殖基地，买点蔬菜回去。沙特在中东来说的话，它是最大的国家，它的空地和农村面积远远大于它的城市面积，那就意味着有相当一部分的人其实他们的生活是比较艰苦的。像这样的地方哪里有学校呢？根本就没有地方去学习和受教育。如果政府刚好开发到这个地方来了，那他们比较幸运，可能以后的生活或者下一代的生活都会得到改善。沙特的外劳其实挺便宜的，你看镜头里面这些人都是印度的，应该是一个月的工资就1000多人民币。所以重点是在这个国家请得起菲佣、请得起保姆的人不一定是土豪，普通人也可以。准备回家的时候，你看这些猴哦，就是它可以肆无忌惮的在外面就是乱窜。它这边爱爬的猴子真的实在是太多了，因为是斋月，所以在白天的时候出门的话会消耗我们的精力，因为我们是滴水不进的。我们到家以后呢，要火速去婆婆那边给婆婆请个安。听说婆婆今天邀请了所有的姑姑，所以我的很多姑子还有包括我今天都会跟婆婆一起去招呼客人。
婆婆还特地跟我打招呼说，今天晚上可能有点晚，你不要那么早睡。这是沙特待客的基本礼仪。也就是说，客人还在的情况下，家里的每一个人都要陪着。去年的这个时候也是在月，我都不是很懂，就是到点了，肉肉要睡觉，我就陪肉肉去睡觉去了，也没有说跟他们一起陪着客人。现在想想，其实挺不礼貌的。我的婆婆和姑子们，他们也习惯了，就是知道我到点了，就是10点钟要陪肉肉去睡觉的，特别感激他们对我的包容。今天来的这些姑姑们呢，包括他们的女儿，差不多人数有30人左右吧。我是一个中国人，出生在一个提倡计划生育的年代，像这么多的亲戚对我来说，简直就是天方夜谭。有一天，我问我婆婆和大荣，肉肉到底有多少个表姐？这个时候，我婆婆就拿出她的手机，算了好久好久，就算了她娘家那边肉肉的表姐就有100多个。然后我就没有继续问大荣的爸爸这边的表姐有多少个，我还没有算表哥。沙特阿拉伯还有一个特点是什么？他们喜欢亲上加亲。他们以前都是叫部落嘛，他们会在部落里面给自己的子女去找配偶，这个就有点像中国以前的古代了吧。这个时候又有很多人会操心的问，那他们优生优育怎么办？因为同样的问题我也问过我老公，他们在婚前会去做基因检测，如果合适才能在一起，如果不合适的话就没办法，各自重新再找人。这个客厅是我婆婆准备出来接待姑姑们的，因为这次只邀请了女眷，没有邀请男眷，所以只需要准备1个客厅。因为是斋月啊，所以所有的姑姑他们会在自己的家里各自和自己的家人吃过晚饭以后再来，所以我们这边只需要准备甜品和点心就可以了。甜品基本上都是婆婆自己做的。沙特阿拉伯人做甜品真的是没话说，就是把这个甜度降一半，对我来说就会更友好一点。出于尊重，我的镜头不会刻意的去拍当地的成年女性，你们将就看一下腿吧哈。从晚上10点到12点钟这2个小时的时间里面，都会陆陆续续有人来。这次来的只是近亲的姑姑们啊，后到的人要给前面已经来的人挨个的去打招呼，贴面礼。如果这个里面已经坐了50个人，你要这50个人每一个人都要亲到。换句话说，无论你是亲戚也好还是朋友也好，如果是同性的话，见面就是要亲吻你的。关系一般的2下，关系好的3下、4下、5下、6下、7下都有。因为请的都是女孩子，所以所有的男性他们是不会进这栋房子的。大龙就自己安排自己，但是肉肉实在太困了，我就让他把肉肉接走，去我们的那个小房子里面，让肉肉先睡。婆婆的女儿们和我一起陪着婆婆守到最后一个客人差不多1点多钟离开的时候，我们最后才解散。要么就不答应，要答应就干到底，对吧？散会。